第一集，我叫李杰。就在1小时前，我还坐在农村老家的婚宴院子里，参加我青梅竹马柳如烟的婚礼。而现在，这场张灯结彩的喜宴已经变成了血流成河的人间地狱。鲜红的喜字被溅上了暗红的血，红地毯上散落着翻倒的桌椅，丧尸嘶吼着扑向四散奔逃的宾客，喜庆的唢呐声彻底被人群的惨叫淹没。我拽着浑身发抖的柳如烟，在混乱里拼了命往后厨的方向突围，耳边全是丧尸的嘶吼和骨头被啃咬的脆响，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。就在几个小时前，我还是个刚被公司裁员的失业青年，揣着最后一笔补偿金，灰溜溜的回了老家。大巴车刚开进村子，就看到了村口立着的红拱门，上面写着柳如烟和毛不凡的新婚大喜。柳如烟，那个和我光着屁股一起长大，一起爬树掏鸟窝，一起在田埂上写作业，说好了要一起去大城市闯的姑娘，今天嫁人了。我攥着兜里准备好的红包，坐在酒桌最角落的位置，看着她穿着白婚纱，挽着新郎毛不凡的手，挨桌敬酒，笑起来眼睛还是和小时候一样，弯成了月牙。可她身边的男人看向我的眼神里全是不加掩饰的轻蔑和敌意。走到我这桌的时候，他先开了口，声音不大，却字字带刺，说我就是那个去城里混了好几年，最后灰溜溜滚回来的李杰，混得不太行，连个红包都掏得费劲。周围的宾客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目光都聚在了我身上。我攥紧了拳头，指节捏得发白，最终还是松开了，端起酒杯，仰头把一整杯白酒灌了下去。我告诉自己，看在柳如烟的面子上，这口气我忍了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10分钟后，丧尸会冲进这个院子，而这个我忍了1次的男人会亲手把我推向地狱。混乱里，我拽着摔倒的柳如烟和慌不择路的毛不凡一起，一头扎进了后厨的厨房。我们3个合力把不锈钢灶台、实木面案全推过去，死死顶住了厨房的大铁门。下一秒，丧尸撞门的巨响就一声接一声的砸过来，厚重的铁门被撞得不停震颤，仿佛下一秒就要被冲破。毛不凡缩在离门最远的角落，浑身抖得像筛糠，嘴里不停骂着脏话，把所有错都怪在了柳如烟身上。就在这时，厨房的木框窗户被丧尸撞碎了，腐烂的手伸进来，在空中疯狂乱抓。我正准备找东西堵上窗户，毛不凡突然眼睛一亮，用尽全身力气朝着我这边大吼，喊着这里有缺口，让丧尸都过来。一瞬间，所有丧尸像疯了一样，全部朝着窗户扑过来。原本撞门的丧尸也转头围向了我，腐烂的脸贴在玻璃残渣上，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我。我浑身的血瞬间冲上头顶，冲过去一把揪住毛不凡的衣领，把他狠狠按在墙上，咬着牙问他是不是疯了，想让我死。可就在我拳头要落下去的时候，柳如烟突然冲过来，一把拉开了我，哭着挡在了毛不凡身前，说他就是太害怕了，不是故意的，让我让着他点儿。我看着他哭红的眼睛，心里那点残存的关于青梅竹马的念想瞬间碎得彻彻底底。我松开了手，从案板上拿起一把剔骨刀别在腰上，冷冷地看了他们最后一眼，找准时机猛地拉开顶门的灶台，闪身冲了出去。身后是柳如烟撕心裂肺的哭喊，可我没有回头，一路拼了命朝着村口狂奔，跳上我的车，一脚油门踩到底，冲出了这个已经变成地狱的村子。我以为这场婚宴最让我心寒的是青梅嫁作他人妇，可我错了。真正让我死了心的是生死关头，他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要杀我的人那边。车在山路上开了几十公里，我慢慢踩下了刹车，看着窗外的景象，浑身泛起了寒意。路边的乡镇一片平静，大爷坐在门口摇着扇子聊天，小卖部里放着喜庆的歌曲，街上人来人往，欢声笑语。这里的人根本不知道几十公里外已经爆发了丧尸末日。